欢迎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今天小姐姐要带您参观一部2026年推出的韩剧《爱情怎么翻译》的海外取景地 Sienna 西恩纳。我们当天到达这个山城时，还遇到不少韩国旅客和旅行团呢。我们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里也是电影《007量子危机》的取景地哦。Sienna 是一座充满文艺复兴气息的小镇，它的历史可追溯至伊特拉斯坎时期，也就是比罗马文明更早的文明耶。因为这里位于朝圣古道，所以变得繁荣。Sienna 呢，在当时跟她的死对头 Florence 地位完全不相上下哦。Sienna 有个特别的传说，就要先从罗马讲起，这边简短介绍一下，就不详细说明了哟。在罗马神话中，相传战神马尔斯的双胞胎儿子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出生后，遭到邪恶叔父阿穆利乌斯下令丢弃在河中。因为当年邪恶叔父篡位，怕他哥哥的后代以后会报仇，他的哥哥呢就是双胞胎的外公。幸运的是，双胞胎后来被一只母狼救起，并用乳汁哺乳长大。后来两人长大成人后，帮了外公报了仇，并把土地还给了外公。两人决定另外去找新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了罗马城。不过呢，两兄弟在建立罗马城时发生了争执，罗慕路斯杀死了雷穆斯，成为罗马的第一任国王。雷穆斯死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塞纽斯和阿斯基乌斯担心遭到伯父罗慕路斯的迫害，于是他们骑着一匹黑马与一匹白马向北逃亡到托斯卡尼的一座山丘上，并在此建立了新城市，并以哥哥塞纽斯的名字命名为 Sienna。 而且在逃亡前，他们还从神庙中带走母狼哺乳双胞胎的雕像作为纪念。所以 Sienna 和罗马这两个城市，大家在旅游时你们都会看到母狼哺乳双胞胎的雕像，因为母狼被视为他们的守护神与精神图腾哦。Sienna 在4世纪的时候，因为朝圣路线而兴起。12到14世纪的时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一度成为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哦。但1348年的时候，爆发了黑死病，摧毁了 Sienna， 导致人口越来越少，经济重创，建设计划停摆。但也因此保留了许多完整的中世纪建筑。在1995年的时候，该市区的老城中心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我们这次是自行租车来的，所以停好车后还要走进老城区。意大利的老城区都是 ZTL 的管制区，所以不能把车开进去哦。可以参考一下皮恩莎那集有介绍意大利的停车规定。由于老城区在山上，所以离开停车场后，我们要先找到电扶梯的入口，需要搭乘一连串的电扶梯上去，才能抵达老城区哦。穿过街区，就会先来到 Sienna 主教座堂，这里就是韩剧《爱情怎么翻译》的取景地之一。这座宏伟的宗教建筑建于12到14世纪之间，融合了罗马式与哥德式风格。它有着黑白粉3色大理石交织的外墙立面，精致的马赛克地板，还有丰富的艺术收藏。14世纪的时候，当地人民本来还打算将主教座堂扩建成欧洲最大的教堂之一，但因为黑死病的爆发，还有财政的困难，不得不停工了。所以现在呢，还有保留下来这巨大未完成的外墙哦。当地人叫它 facciatone， 就是巨大立面的意思。目前都有开放购票，可以爬上这个未完成外观观景台，来眺望整个城市美景哦。Sienna 主教座堂对面有个史卡拉圣母救济院，它原本是欧洲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医院之一，也曾经是朝圣者的收容所，后来改建为博物馆群，当作文化与艺术展览中心。现在看到的就是它其中的一个免费参观的教堂区。博物馆区的话，则需要购票参观哦。主教座堂的后方呢，还有一个圣诺旺洗礼堂，以收藏多位文艺复兴雕塑大师共同打造的青铜洗礼池而闻名。
后方的广场呢，就直接叫做圣诺旺广场了。广场旁边有个长楼梯，往上走可以直接到主教座堂的侧面。那个经典大理石长楼梯，就也是韩剧取景点之一哦。我们继续逛了一下老城区，途中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所以想说进去探险一下。一进去，我们先看到了一个雕像，查了一下，应该是教宗尤利乌斯三世的雕像。再往里面走，有个中庭，中庭有座位区，还有个古井，这里蛮漂亮的。我们查了一下，它的名字叫做基吉塞拉奇尼宫，是锡耶纳最重要、最华丽的贵族宫殿之一。原本属于塞拉奇尼家族，后来由基吉家族接手。继续往下走，路边我们会看到很多纪念品店。那现在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街区美景吧。逛了一下，不久后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片的楼梯区域，这里也是韩剧的取景地之一哦。前方就是当地知名的田野广场。很多人也会叫它贝壳广场，因为广场形状设计得很像贝壳形状。这里啊，就是韩剧《爱情怎么翻译》和电影《007量子危机》的重要取景地之一。这个广场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公共广场之一。广场旁边还有锡耶纳的市政厅，它是建于13世纪末的哥德式砖造建筑。目前内部呢是市政府还有市立博物馆共同使用哦。另外，广场上还有一个超显眼的塔楼，它叫做曼吉亚塔楼。这个高达88公尺的超醒目高塔，若你有超级丰沛体力的话，推荐您可以登塔眺望整个城镇的美丽景色哦。但听说要爬400多阶的极窄楼梯就是了。广场最上面那排有很多咖啡厅和餐厅，我们挑选了靠中央一点的一间咖啡厅，选了户外区的座位，边喝咖啡配小点心，欣赏整个广场的美景，非常喜欢那种惬意的氛围，这才是意大利的感觉。休息了一下，我们继续逛了一下其他街区，来到了一个可以看到城镇美景的拍照点，来让你们欣赏一下。后来继续逛了一下，我们又来到了这部韩剧的其中一个取景地哦。有看过这部韩剧的朋友，应该就会有印象了。镇上呢，还有很多角落都是这部韩剧和007电影的取景地，有兴趣深入研究的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哦。另外补充一下，锡耶纳有一个保留至今非常著名的传统，就是锡耶纳赛马节，它于每年的7月还有8月会举行。这传统呢，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暑假来的朋友呢，可以来体验看看哦。去锡耶纳的那天，我们是和旁边的另外一座山城，被大家誉为中世纪曼哈顿的 San Gimignano 一起去的。之后会介绍这个知名小镇。那不想开车的朋友，可以上旅游网站找找一日游旅行团的行程，像是 Klook、KKday、Gayoguide 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行程，可以报名参加哦。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感谢你们的收看。喜欢影片的话，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感恩的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